我現在在美國最有聖誕氣氛的城市——紐約。曼哈頓有3個比較大型的聖誕市集，那我今天要把這3個都走一遍，提前感受一下聖誕氣氛。現在我人在 Central Park 中央公園，穿過中央公園之後，我會先到第一個要去的聖誕市集。很幸運的是，這一次來紐約還有一點秋日的感覺。秋天的 Central Park 真的好美哦。經過一個電影常常取景的地方，這裡是冬季才會開放的一個溜冰場，看起來超浪漫的。住在東西岸最大的差別就是東岸四季分明，每一個季節都有它的不一樣的特色。自己在中央公園裡面逛了蠻久的，認真覺得中央公園是一個來不膩也看不膩的地方，就是這種城市跟自然交錯的感覺，還是蠻療癒的。感覺每個角落都可以是電影鏡頭。這裡是中央公園的西南角的 Columbus Circle。這個聖誕市集是到12月初才開，現在是11月中。我這種沒做功課就出來的人，就很容易遇到驚喜和驚嚇，但也很習慣了。另外幾個市集是都已經開了。現在準備走到最有聖誕節氣氛的第5大道。紐約的交通，5大道上的櫥窗很多都有聖誕節氣氛了。後面是聖彼得大教堂，我們今天就不進去了。Saks Fifth Avenue 的櫥窗也是數1數2漂亮的，可惜現在還沒布置完成。那裡面已經非常有氣氛了。紐約的百貨公司就是不太一樣，不知道是不是住在加州住久了。覺得這邊都好時尚，超 fancy。我们来看看 Rockefeller Center 的聖誕樹布置成什麼樣子了。沒錯，也還在布置，工人們正在努力的布置中。我這邊有一個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曾經上過 Rockefeller Center 的聖誕樹上，然後摸到這棵聖誕樹上面的星星，但我發現上面的星星跟之前我看到的好像是不同一個。正在布置的時候有鷹架，我有位叔叔是在這邊工作，那時候就有機會讓我們上到上面去。我覺得這個聖誕樹很有意義的是，除了過節以外，它還會在聖誕樹撤下來之後做成木材，然後捐給非營利組織用來造房子。
武大道的始祖鳥也太 fancy 了吧！看一眼好了。哇，這也太酷了吧！這在灣區是看不到的東西。始祖鳥開到第五大道都不像戶外品牌了，像時尚品牌。給大家一個曼島逛街小 tips。除了百貨公司可以上廁所以外呢，這個紐約公立圖書館也可以上廁所，而且呢可以順便參觀一下圖書館。這個圖書館就是電影《The Day After Tomorrow》明天過後主角們避難的圖書館。我們順便小小的參觀一下，這雄偉很漂亮。我還有壁畫哎！這個 reading room 應該就是那個電影裡面主角們一開始避難的地方。如果有在第五大道經過圖書館的話，真的可以來走一走，這裡面很多觀光客。发现五大道22街的地方有一間哈利波特的店。好有氣氛哦！哇哦，又不小心有種鄉下人進城的感覺了。這種有氣氛的店，感覺就只有在紐約會看得到。哇哦！哇，各式各樣哈利波特的商品，各種聯名，這布置超認真的。這邊還有地下室，我覺得超酷，而且裡面超有聖誕氣氛，剛好是11月底過來，這邊是聖誕氣氛的樣子。這裡面其實還蠻大的，布置的都超漂亮了，聖誕樹的吊飾，這做的好精緻哦。除了正常 size 的 sweater， 它還有做小 size 的，這也是聖誕吊飾，好可愛。這邊還有一個掃帚的體驗館，哇，它布置的超好看哎！現在到了一個聖誕市集 ，Union Square Holiday Market。這區域賣的更多的是這種 farmers market 的東西，所以是這一段才是 holiday market， 剛剛那一段不算。感受一下聖誕氣氛。天黑走在裡面應該更有氣氛，這區域蠻大的。這個 apple cider 看起來還不錯哎，他把巧克力做得好酷的形狀哦。這邊有一些小吃攤，來了之後可以在這邊坐着吃。在這邊感受一下聖誕節氣氛，還蠻好的。哈哈，
有人加入我的聖誕市集了。没錯，路过，然後碰到了個台灣著名奪主米台木的 Vicky， 哇，很誇張。對 ，OK，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1秒鐘融入有沒有？我們現在就在 Times Square 這邊的 Bryant Park， 對，然後四周都是高樓林立，就是在電影中看到的一些場景。哎，你搶我的，這是我的 vlog，你搶。有啊。傻眼，好傻眼。好，我把鏡頭轉過來。OK， 我們現在在哪裡 ？Bryant Park， 是我今天的第2個聖誕市集。這個繁星點點的，以前很常見到，現在自從在西海岸再也沒見到過這種場景。偶爾看還是覺得很不錯的哦，很浪漫的感覺。對，我們看一下熱鬧的紐約市，這是我們一圈的感覺。這個公園很好，就是它建在曼哈頓的正中心，還有一個小小的四方形的公園。然後夏天的時候呢，這個草地上會有一些電影放映；冬天的時候，它是一個滑冰場。我們現在步入了 Bryant Park 的聖誕市集。我覺得這2個聖誕市集好像大同小異，有一些店好像還是重複的。同樣的商家嗎？嗯，這個地方還是2個人逛比較好。有啊，所以你剛才逛那個很孤單。也稍微有點孤單。這個你可以回家自己 DIY 寫名字。這其實四捨五入跟歐洲也差不多了。其實聖誕市集應該都是差不多的東西，可能就是吃的東西不太一樣。我覺得這已經是全美最有聖誕氣氛的城市了。我覺得是啊。嗯。這個看起來不錯。這喝的最主要是一個氣氛，價格的話你就當是它的電費吧。氣氛還是很好，雖然是很熟悉的地方，但是太久沒回來了，尤其是這個時間回來，我感覺還是很享受的。13塊錢的熱巧克力，不要一直提價錢，提價錢就不美了。聖誕市集的熱巧克力。它就是 marshmallow， 有用噴槍噴一噴，外面就焦焦的。好膩呀，看起來。上一個我們看在這裡拍的影片是 Zoe Deutch 的那個 Tiffany's 什麼 Tiffany Love of Tiffany， 反正是在這邊取景，然後他在那賣那個熱巧克力。真有气氛，這個地方確實適合拍電影，就很浪漫，很有節日氣氛，然後大家都很悠閒，走路都慢慢的，感覺人流量很爆棚。而且紐約又是全世界聖誕節的旅遊勝地之一，然後呢，這個地方是紐約的黃金地帶，基本是每一個遊客都會來的。夜晚的 Fifth Avenue 更美了，灯亮起來之後更有聖誕節的氣氛。這種在城市裡擁擠的感覺，我覺得特別有意思。我明白長期生活在城市的人，可能我又該說我們鄉巴佬了。對，在城市哇，就好像鄉下人進城一樣，就這種擁擠給你一種愉快的感覺，而不是說煩躁。我現在到了曼哈頓的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，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聖誕市集，聽說跟其他的聖誕市集不太一樣，所以特地走過來看看。總共是37個攤位，聽說是比較多手工藝品類的東西，而且裡面非常的有氣氛。原本中央車站就已經很漂亮了嘛，然後裡面開着這種聖誕市集的小店，就非常的漂亮。
是羊毛氈，這些羊毛氈非常的紐約。紐約的計程車，超級可愛。小恐龍也好可愛哦。還有一個很代表紐約的小老鼠和披薩，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店。手工制的一個羊毛氈，裝飾 Christmas tree 的小裝飾，都好精緻哦。還有做一種小的，都是紐約系列的。這是 Subway 的地圖 ，Metro Card， 還有一些代表紐約的小圖案。這一套是58塊。我想買一個 Metro Card， 耶，買到自己的小禮物。算是這一次紐約的紀念品，因為今年 Metro Cars 要退休了，然後想說做個紀念吧。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手工藝品的人，所以覺得這個中央車站的市集更適合我。非常多手工的東西，而且都做得非常有創意可愛。這個 booth 也很多人，它是手繪的小卡片，然後是用抽盲盒的形式去抽。Thank you， 聖誕小物。然後這是一個美食的感覺。它總共有5個小盲盒機，外面這幾個比較多人。這個是一個紐約的街景，哇哦！來個這個，待會再一起拆好了。這是有 Metro Card， 還有 Subway， 一些紐約小物哦。會想要這個油桶。我總共抽了5個盲盒，我們來看一下。哦 ，Sourdough Slice，Subway。哦，這是我想要的地鐵站。這個是中央車站的壁畫。誒，沒重複哦。這也是 Subway， 所以這樣是總共5塊錢，一張1塊錢。聖誕節的小東西都好可愛哦，這也是 handmade， 手工制的。我們看看中央車站裡面還有其他什麼聖誕相關的東西。中央車站不只有要搭火車的人，還有很多觀光客會來這邊拍照。我抽到的其中一張卡片就是這個中央車站屋頂上面的壁畫。這個 Holiday Fair 是從11月10號到12月24號。如果這個期間有來紐約的人，真的可以過來中央車站買一些這種很有季節限定的小紀念品。我們抽個獎吧，會隨機送出3張小卡片給幸運觀眾。我們現在在 Chelsea Market， 地標性的美食城，但是它還挺有歷史的，而且你說這邊好像很有工業風，就是那種復古工業風。對，現在聖誕節他們到處也有在裝飾。最開始的話，這個地方是偏 local 一點的，但是現在也是越來越知名了，所以有一些遊客。然後很有氣氛。這邊有很多很特色的小店，重點是它每一間裝潢都很漂亮。就很有特色，你在這邊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就是很有象徵性的小物，然後它做的都很有創意，這裡面很多小物都很可愛。你現在是在橱窗 shopping 嗎？是有一點，很有氣氛誒。是嬉皮那種嗎？裡面還有一些小小的手工藝品攤販，很有特色哦。有些是復古的東西，哈哈。熟悉的地點，來看那個 Raccoon， 很紐約，很紐約，那個超級紐約。小間小間的很多不一樣的餐廳，哦，這個可愛，
這是吃什麼的？這個特別有意思，這上面都是镇江香醋，就是美国的中国超市很常见的做菜用的香醋，好像是西安类型的，反正叫新鲜面条。我觉得这个下次可以吃，感觉它特别像那种西安的那种拌面或者是 biang biang 面那种感觉。它在揉面，它在揉面，它在甩那個面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西安的 biang biang 面，請打出這個 biang biang 兩個字。搞不好都打不出來。biang biang 面是漢字筆畫最多的一個字，是嗎 biang biang 是筆畫最多的一個字，或者是之一，很有意思。它都是外國人在做，它沒有一個華人。手法很純熟的感覺。我覺得這地方就是可以看到紐約的生活氣息。我們現在在時代廣場，我上次在 Times Square 也是穿的這個，一到紐約以後，我好像也是這件，好像也是。作為我們加州人，就這麼一套冬天的東西。我們在灣區多半時候，這個時候已經在家裡躺着了，或者是沙發上窩着了，看電視了，跟寶哥。但是呢，我們發現紐約人下班都不回家的，就是大馬路上閒晃的人很多，這種氛圍感也挺好的。對，現在時間是9:01，給你們看一下時代廣場9:01的人潮。哇，那邊一大堆人哎！這真的是全世界的人。因為時代廣場的昵稱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，City Walk。哇，夠多人！這邊好像白天哦。看這個燈光像白天一樣。對啊。你能想象這是一個工作日的晚上9點，所以東京9點鐘是這樣的嗎？東京哦，應該也是。差不多吧。對，就只是我們加州沒有而已。洛杉磯9點鐘基本就也是沒什麼。就更不用說舊金山了。我們現在來到了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另一端，我們後面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紅色台階，很多遊客都會在這邊坐着休息，或者是遠遠的望向對面。是還蠻適合的，就大家都還很 chill 在這個上面哈，很認真的觀望，或者是望向遠處發呆。這個是 Marriott 萬豪的前面的廣告牌，現在已經有這麼大哦，它是一整面，你知道嗎？之前好像沒有。我覺得之前沒有這麼一整面。哦。下面這個鏡頭是給大家1分鐘的時間看一下時代廣場的廣告。It's time。瑪麗亞凱莉。在一片祥和的城市氣氛中呢，今天就先這樣了。拜拜。路過一家 Irish Pub， 你看這個招牌很有意思。Your wife 去時代廣場逛，你 beer。沒什麼感覺。